九儿，怕吗？不怕，有你在我就不怕。看来只能用那招了。九儿，快走！楚战渊自爆金丹又如何？胡九，赶紧把这乱我两族气运的孽种交出来！叶儿，一定要活下去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怪物，都要活下去！行了行了，地都快被你磕穿了，又不是去送死。三师傅，万一我回不来呢？多磕几个不亏。呸！你要是敢死在外面，老子爬也爬出去收你的尸。老三，别诅咒他。拿着，北渊寒玉髓，南疆焚心花，东海龙涎石，西荒噬魂木，4味药，4个方向，分布在天涯海角。找到他们，我们的伤就有救了。我记住了，最多2年内，我一定4味药全找回来。还有件事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老四，你闭嘴！你不是我们捡来的孤儿。你父亲叫楚战渊，人族镇南将军；你母亲叫白九尾，妖族九尾狐圣女。20年前，人族和妖族同时下追杀令，要灭你全家。你父亲自爆金丹断后，你母亲把你扔下的是万丈深渊。什么？老四，你是大嘴巴吗？说好了等他回来再说。他回来，他出去就是九死一生，不告诉他，他以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那你也不至于。外面的人只要认出他的血脉，当场就会杀了他。人妖两族两边都想他死。叶儿，你体内有妖族血脉，出去后切记一定要压制住他，不要让任何人感知到你身上的妖气。怎么样？只用人族功法，扮作散修。你大师傅教你的剑法，我教你的百草诀，都是人族功法。你三师傅和四师傅教你的，一丝都不要外露。我父母还活着吗？去找药吧，也替你自己找个答案。四师傅，谢谢您告诉我真相。大师兄，你为何不告诉他我眼中封存的记忆？等他治好你的眼睛再说。现在告诉他太多，他会冲动。那孩子表面沉得住，骨子里跟他父亲一样，一把火就着。九尾，你的孩子总算要去看看外面的天了。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？娘，我会找到你的。站住！这里不欢迎外人，滚开！我只是路过而已。路过就走你的路，别靠近这坟。你干什么？坟上草太深了，该拔拔。你认识楚将军？不认识，就是觉得这座坟太冷清了。20年了，除了我，没人来过。这里面埋的是谁？我坟里没尸骨，将军当年自爆金丹后，方圆10里化为焦土，连渣都没剩。弟兄们在焦土里刨了3天，只找到一截盔甲碎片，就埋在这下面。将军为什么自爆？断后，替他婆娘和孩子断后。12个金丹修士围杀他一个人，他用命才给他们换来了一线生机。那将军的遗体呢？就只剩下一截盔甲碎片。遗体没有遗体，他的右臂被凌霄宗的人斩下来带走了。带走做什么？他去当战利品了，说是镇妖的功勋，把他钉在他们宗门大殿里。将军的手臂
我了一辈子刀枪，护了一辈子边关，最后却这么被侮辱。我父亲的手臂被当成了挂在墙上的猎物。老人家，谢谢您告诉我这些。等等，小子，你长得很像一个人，很像将军年轻的时候。铁衣将军的儿子，可能不，我不确定。万一不是，万一害了他。我出深渊才1天，他们就知道了。追就追吧，4位师傅还在下面等着我。韩玉髓、凌霄宗。狐族，那是母亲的族人。今年又挂了一批。凌霄宗不愧是斩妖急先锋，听说那3颗狐妖头是上个月刚猎的，宗门还赏了500灵石呢。500灵石，狐族百姓的一条命就值500灵石。盯住他！糖葫芦嘞，又甜又脆的糖葫芦。这是什么？红色的，亮晶晶的。小哥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都快站了快1炷香了。你是从哪个山沟里来的？连糖葫芦都没见过。1万米深的山沟。你这人还挺有意思。甜的，原来外面的世界竟有这么多美食。韩玉髓，大师傅的药。凌霄宗禁地里的寒玉潭，潭深1000丈，水温极寒，不是金丹修士以上进不去。唯一的机会就是斩妖会的奖品。我才筑基，对手至少是金丹修士，硬打肯定赢不了，得想想别的办法。客官，您快看，城中心的擂台搭好了，今年的斩妖会可热闹了！韩玉髓。这是父亲的手臂，看见没？楚战渊的断臂，每年斩妖会都拿出来展示，那是陆宗主亲手斩下来的。当年一剑断臂，何等威风！叛将通妖，死有余辜。这条手臂就该挂着，用来警示天下人。等我。哥们儿，你什么境界？筑基巅峰。筑基企业斩妖会爆泡地方了吧？隔壁在招矿工，要不要我指路？名字师承初期散修无师承。筑基巅峰分到外围淘汰赛，在猎场杀妖兽，按数量和速度排名，前16名便可晋级。拿好，别死在猎场里。一定不会。那个筑基的，一剑就杀了铁背熊，运气好罢了。铁背熊本来就是最低阶的。够了，不能太快，排在中间最安全。这哪是凶兽，就是只幼崽。不好，他感知到我的妖气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救不了你。楚七，好有意思的名字。你是？南方来的散修，跟你一样。反应不错，筑基巅峰能接我这一刀，你可以啊。试探够了没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试探？你那一刀收了30%力，想试我的底就直说。你藏得挺深啊，大家都是散修，谁能没点保命的手势？希望你藏得够久，猎场里可不止妖兽在看着你。
猎场里不止妖兽在看我，这家伙是冲我来的。城门口那个老头，果然没放过我。我得抓紧拿到韩玉苗。16强出来了，陆金红排第一啊，完全没悬念。废话，他师傅是谁？陆清风啊，他可是化神中期，北境第一人。化神中期，20年前追杀我爹的12金丹之一，亲手斩断我爹一条手臂，现在已经是化神了。听说当年陆宗主斩妖那一战，砍的可不是普通妖族，什么叛将和妖族私通的耻辱罢了，死得好。别瞎说，隔墙有耳。怕什么？全凌霄城谁不知道？那叛将的断臂现在还供在宗里呢。陆惊鸿这次不仅带来了，还说要在决赛上展示。恶心！店家，给我拿半两蛇蜕粉，1两冰蚕丝。买这些干嘛？跌打损伤，自用的。来30碧螺根。碧螺根这东西能入药？师傅留的偏方，治老寒腿的。缓消麻痹粉，吸入后半盏茶内就能发作，灵力流周转能组织3息，3息够了。嘿，上钩散修！至于吗？这么大反应？吓我一跳！你居然进16强了！我跟师姐们打了赌，我赌你第2轮就被淘汰，亏死了。谢谢你的信任哦。你别介意，实话实说嘛。一个筑基散修能杀进16强，整个凌霄城都在传呢。运气好罢了。运气能撑到16强，你别谦虚了。不过你下一轮的对手可不好对付。谁？看签表了吗？你如果过了8停4，半决赛或者决赛，大概率会碰到陆惊鸿。陆惊鸿，宗主的亲传弟子。岂止是亲传弟子，他是整个凌霄宗最嚣张的人，仗着师傅宠他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上个月把一个师兄打断3根肋骨，就因为人家多看了他的剑一眼。那他的实力呢？金丹中期，23岁，天赋是真的强，他的9寒剑法在宗内几乎没有对手。金丹中期，我筑基巅峰，差2个小境界。哎，你脸色怎么有点白？没事儿，这几天赶路太累了。林姑娘，谢谢你的情报啊。小问题，下次再见。陆惊鸿竟然这么嚣张，我得隐忍，先救师傅们要紧。明天就能拿到韩玉梅了，大师傅，等我。什么都没有。来了，翻了我半天就找到点药粉，真没用。不过他们应该有新动作了，我得抓紧比赛了。禀长老，此人房中无任何可疑物品，储物袋干净的不正常，像是提前清理过。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样，他的剑上涂了不明药物，属下取了样本。缓消，某种神经麻痹类药物，但配方被拆分过，单看残留无法复原。此人是有备而来，一个筑基散修，懂得拆分购药避人耳目，懂得提前转移可疑物品，剑上还涂了特制药粉，不简单。要不要在决赛前直接拿人？不急，他越藏越深，说明背后藏的东西很重要。疑似目标已入16强，剑上涂有不明药物，行事谨慎，明显受过专业训练，是否提前拿人？等，那就看看你明天还想藏到什么时候。金丹中期，我筑基巅峰，差2个小境界，够了。16强第1场，凌霄宗内门弟子赵平川对散修楚期。散修就那个走狗屎运混进来的。金丹对筑基，这不是送菜吗？
就这，哼，筑基散修也敢上16强的擂台？看他那剑法，跟劈柴似的！赶紧认输吧，别丢人了。第7剑习惯偏左，第12剑收拾慢半拍。行了，够了。你在隐藏实力！菜就多练。这散修什么来路？散修楚期上！上一场是你运气好，这次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完了，这次真顶不住了。记住剑法不够用了，不行，必须得使出那招了。这一招，你们说他会不会跟当年那个烈天剑宗有关系？别胡说，烈天剑宗3000年前就被灭了，哪还有传人？麻烦了，这一剑下去，那帮长老的眼神看着很不善。但韩玉髓我必须拿，陆惊鸿是金丹中期，我金丹都没到，剑意不能再用了。明日的决赛，我该怎么办？4进2赛程结束，明日决赛，凌霄宗陆惊武对散修楚期。楚期是吧？几位长老想跟你交流切磋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交流，晚辈荣幸之至。完犊子了，我该咋蒙混过关？烈天剑意3000年前就失传了，你一个散修，从哪儿学来的？回前辈，10年前我在西荒误入一处崩塌的洞府，里面有一块残茧。洞府在哪儿？西荒烈风峡以北300里，一座无名断崖下。洞府已经塌了大半，我是从缝隙里爬进去的。残茧什么材质？上面刻着剑法图谱，字迹模糊了大半，我花了1年才勉强学成1招。洞府里除了残茧，还有什么？一具白骨，一把断剑，一个空酒壶，别的啥都没有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体内是否有妖族气息？不能硬扛，完全压制反而会显得不正常。一个有灵海旧伤的散修，被化神期灵压逼迫，应该是前辈。我体内有旧伤，当年碰那块残玄石被反噬过，灵海有裂缝，灵力偶尔会紊乱，求前辈手下留情。够了，收回灵药。哼！灵海有伤还想拿韩玉美，自不量力。行了，让他回去吧。一个筑基散修，翻不了天。多谢3位前辈。几个化神期欺负我一个散修，真好意思。我总觉得这小子不对劲。我查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查出来。明天决赛让他上吧，他赢不了陆金河的。我已经让尹长老在擂台周围布了封锁阵，只要他在比赛中暴露哪怕一丝妖气，阵法会瞬间激活，他跑不掉的。谁？是我，林双儿，你开门。凌霄宗外门弟子半夜翻别人窗户，传出去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我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来帮你，你跟我扯这些？帮我？陆惊鸿的弱点在左膝，他3年前跟一个邪修打斗时伤过，骨头接好了，但护体灵力在那个位置一直有缝隙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你不像坏人。陆惊鸿那个人嚣张跋扈，你要是能赢他，替我也出口气。明天他要展示楚将军的断臂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全宗都知道。每次比武他都要拿出来显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谢了。这份情我记住了。你一定要赢。万一输了呢？你不会输，我看人很准的。陆惊鸿左膝有伤，配合药粉的效果，够了。尹九雅在客栈周围也布了阵。
天只有一次机会。小子，明天你要是敢露出一丝妖气，就别想活着走出凌霄城。今天决赛，本座特别带了一件宝贝，让你们开开眼。这就是20年前叛将楚战渊的手臂，我师祖亲手斩下的。这5月都要多有，战5月。那是我爹的手。怎么，吓傻了吧？一个筑基期的散修也敢上来送死？废话少说，动手吧。急什么？等我赢了，我就拿你的头跟这条断臂摆一排，肯定很棒。好像有妖气。决赛开始。就这，凌霄宗的入门弟子都比你强。散修就是散修，走了狗屎运才进决赛。认输吧，别丢人了。不能用裂天剑意，不能用妖族功法，只能挨着，再忍忍。就凭你也想拿韩玉梅，跪下来求我，我考虑让你少断一条胳膊。跪下！散修滚回你的山沟去吧！看到那条断臂了吗？楚战渊当年号称镇南第一将，也不过是我凌霄宗脚下的一条狗。你说完了。来了。你在剑上下毒！规则上说了不限手段的。不可能！我金丹中期，你一个筑基散士！你输了。胜者出气！卑鄙！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赢了也是耻辱！你把别人的手臂钉在木架上炫耀，还跟我谈耻辱？爹，等我。全程没有暴露妖气，没有用可疑功法。长老，要不要继续跟？他背后一定还有人。裂天剑意不可能凭一块残卷就能自学成功，他背后的人比他值钱。剑法疑似上古裂天剑意，灵力波动有极微弱异常，疑似妖气未确认。使用缓效麻痹药粉，可能与20年前的追杀令有关。综合判断。跑吧，小子！天诛司的人可不像我这么有耐心。深渊逃逸者，混血，上古功法，有点。怎么伤成这样？谁干的？老子去撕了他！三师傅，您腰丹碎的连翻身都费劲，撕谁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大师傅，药拿到了。外面怎么样？天空是蓝的，比您形容的还蓝。风吹在脸上是温的，糖葫芦是甜的。还有很多人恨妖族，城门口挂着狐族的头，各种妖族的尸体，他们真狠。叶儿，过来，把寒雨水给我。大师傅，脱上衣，趴好。知道。一会儿我把药粉注入脊骨裂缝，你在旁边收灵力辅助。过
过程会很痛。老大，你撑住！闭嘴，别打扰他们。好了。老大，大师傅，您站起来，比躺着丑。臭小子，你一个上古大妖哭什么？丢不丢人？你才哭了！放屁！你眼睛都瞎了，咋看得到我哭了？我虽然眼睛瞎了，但我听得到。行了，你俩20年了，天天吵，不嫌累。这才是家的样子。说吧，在外面到底遇到了什么？没啥大事，参加了个比武大会，赢了冠军，就把拿回来了。你浑身是伤，跟我说没啥大事，擦伤而已。叶儿，你瞒不过我们的。外面有我的悬赏令，出深渊那天就有人知道。封印上上设预警阵，果然，凌霄宗在盯我，他们的人发现了裂天剑意，你用了，被逼得没办法，只用了一招。还有，我爹的断臂被凌霄宗供着，等战一片。你没冲动吧？没冲动。好孩子，过来，我教你突破金丹。深渊中有上古残域灵气，加上你在凌霄城那几场生死战的积累，根基已足。宁丹，明等拜。成了，动静太大了，深渊的封印会把这个波动传到外面的，他们又知道了。那我得快点找出第2味药南疆焚心花，明天就出发。深渊又有动静了。过来。这是妖气封印丹，吃下去，6个时辰内，你身上半点妖气都探不出来。二师傅，这东西……别高兴太早，灵力会直接砍一半。灵力砍一半？深渊里就这点破药材，你还想我炼出仙丹来？3颗，只有3颗，不到生死关头，给我忍着。我记住了。记住就赶紧滚。哼，我知道了，师傅。裂天剑意第2式，碎琼，看好了。你金丹初期使1次就废，灵力会直接耗光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那我什么时候能用？等你要死的时候。听好了，碎琼是保命的，不是逞能的。你要是拿这招去耍威风，死在外面我都懒得收你尸。大师傅，我去找你3师傅，别磨蹭。3师傅反应还行，没被吓尿啊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南疆是妖族的地盘，你猜那边什么最多？妖？废话，你一个半妖崽子跑到妖堆里，装人还是装妖，自己选。这化影，把妖力化成影子裹住自己，在任何阴暗角落都能藏住。记住，到了南疆，装妖比装人好使。3师傅光教我歪门邪道，但还挺实用的。迷踪阵合，激活后100丈范围内起迷踪阵，持续1炷香。1炷香够吗？
够你跑的。要是追兵太多呢？只有1次机会，你还想用2次？甩追兵用的，要是跑不掉，可别怪阵盘，怪就怪你腿短。四师傅腿有这么短吗？等着我吧，师傅们，我会让你们都健全的活下来。10枚金丹，上次才1枚，我涨价了。烈天剑意，妖气，他们查到了。誓言，天诛司派了专人来杀我，以前是悬赏通缉，现在是专案追杀，他们是真想要我的命啊！深渊逃逸者，混血，上古功法。金丹初期的杂局，居然让天诛司开了专案。师爷大人，要调人手一起去吗？调什么人手？杀条杂鱼狗，我一个人多了。可悬赏令上写着危险等级高。你觉得我杀不了他？属下不敢。越有意思，杀起来越痛快。烈天剑意，失传1000年的东西，居然被一个半妖崽子学去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剑意能不能挡住我的刀。老将军，我该不该发？那孩子长得太像了，太像将军年轻时候了。将军，您在天有灵，保佑那孩子活下去。谁的传讯符？铁翼，将军的儿子可能还活着，他长得很像将军。将军的儿子。将军没死，没死啊！等着我，我来找你。什么东西？身后有股气息，很远很淡，但锋利的像刀。没人？不对，不是没人，是距离太远，我看不见。来吧，爱赤炎也好，天诛司也好，追杀者已经来了。人族在东，妖族在西。在北境我装人族，现在进南疆，得反过来。瞎了你的蛇眼！大人，小的不是故意。没有血脉的废物也配站着走路？比人族还狠，欺负自己人都不带犹豫的，不能出手。我现在是低阶散妖，出手就暴露。老板，我想打听去南疆毒爪的路。哼，毒爪？你什么血脉？散修，没血脉。没血脉？那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毒爪那种地方，金丹妖修进去都得脱层皮，你一个杂碎散妖也敢去？有钱赚就行了。贱命一条，我想赌一把。路线图我有，但是你得拿东西来换。就这破玩意儿，喂狗都嫌寒碜。路线图而已，不值更多了吧？用你教我做生意，爱买买，不买滚出去！
散妖就是散妖，穷酸样，连颗像样的妖蛋都拿不出，还想进毒枣，活腻了吧？这些够了吧？哼，勉勉强强。拿好了，别死在毒沼里，脏了地方。听说没？狐族圣山那边又有动静了，大长老又要拔尾了。活该！哼，堂堂狐族圣女，非要跟人族的臭虫滚到一起，生了个杂鱼，丢尽了整个妖族的脸。拔他尾巴，我说直接抛皮都不为过。就是什么圣女，妖族最大的耻辱。喂，散妖，你说是不是？几位说的对。忍住，娘在等我，娘还在等我。这位大人，您喝点什么？今天有没有去毒枣的人族散修来过？没有啊，倒是有个穷酸散妖问过毒枣的路。散妖？对，没什么血脉的杂碎，穷得叮当响。不对劲。胡灯在妖族地盘上给白九尾点灯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一盏灯。我什么都没做，这灯不是给圣女点的。我没问。老人家，这条巷子里不止你一个人点过灯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是路过的散修，我想知道为什么冒着被杀的危险点灯。圣女不是坏人。23年前，我孙女中了7步寒珠毒，满嘴污血，快死了。整个南疆没有妖医愿意救一个低阶蛇妖的后代。然后呢？圣女路过，停下来了。她亲手给我孙女解的毒，足足守了1夜。他走的时候说了句“同为妖族，何分贵贱”。后来他跟人族将军的事被发现，圣山说他是族耻。可老朽这条贱命是他救的，老朽不管他是不是族耻，他是好人，老朽只能点盏灯，别的什么也做不了。娘，有人还记得你。老人家，你孙女现在还好吗？好着呢，都能自己打猎了。替我谢谢圣女。这小子身上的气息怎么有点像？越往南走，妖气越浓，但我体内的妖血反而比在人族地盘舒服多了。混血也不全是坏事，至少在这破地方，我不用像在凌霄城那样憋着，不能惹事。又一个软蛋！南疆的散妖就是废物！你找死！过路费收够了吧？滚！大哥，多谢救命！你手上的伤，不只是被打的。这是昨天被毒虫咬的，我以为没事。再晚半天，
这条手臂就废了。什么？大哥，你还会解毒？吃了，2天内别用妖力。好了，真的好了。大哥，你是哪个族的大夫？散修，没有族。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可以给你带路。南疆毒爪。毒爪？大哥，你疯了吧？那地方进去就出不来。出不出得来是我的事。你知道毒爪深处有什么吗？听老一辈说，毒爪最深处有一头老鲛妖，在那里待了整整20年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20年。有人说他在守什么东西，也有人说他在等一个人。守着焚心花，等了20年，他在等谁？路我自己找，你回去养伤。大哥，这是我爷爷画的毒爪外围地图，送你了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没别的能报答的。谢了。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。大哥，毒枣里的瘴气会杀人，你千万小心。二师傅说过，南疆毒爪的瘴气由72种毒源混合而成，普通修士踏入100步就会中毒，但百草诀传人不是普通修士。他感知到我了。元婴姬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我只是路过。路过，这是老朽的地盘，闯入者死！金丹对元婴差太远了。小子，你有胆气，但胆气救不了你的命。什么？你身上有九尾狐的气息？你想怎样？圣女的孩子，你活着，你还活着！你认识我母亲？老朽教渊是圣女当年的贴身护卫。你说你是我母亲武器的护卫？追杀那一夜，圣女让我跑，我不肯，我死也不跑。然后呢？圣女用最后一丝灵力，把我强行传送到了这里。我当时被打得半死，传过来就昏了。醒来的时候，什么都结束了。你在这里待了20年。圣女临走前只说了一句话：你轻一点。拜登梅，我的孩子会来找的。他早就算到了。圣女什么都替别人想好了，唯独没替自己想过一次。焚心花在哪儿？跟我来。焚心花，二师傅的救命药。菊花要把手伸进毒液里，会痛，痛到骨头里。慢一点，不要硬撑。3朵，够了。孩子，比起我母亲受的苦，这不算什么。你还有话没说？孩子，去花之前我该告诉你的，但我怕你听了会冲动。什么？关于你母亲。孩子，你母亲她
他没有死。他在哪儿？被你叔公白千唤抓回了圣山，关在月隐峰最深处整整20年。为什么不杀他？杀！他的九尾蕴含上古纯净狐血，拔一根尾巴就能炼一颗延寿丹。说什么？20年了，9条尾巴已经被拔了6根。拔尾的时候，他叫3天3夜不停的叫，可他从来不求饶，从来没有，他只是喊一个名字：叶儿，叶儿，叶儿。每一次被拔尾，他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喊你的名字。20年，他喊了20年。20年，他被拔了6根尾巴，每次3天3夜。而我在深渊里什么都不知道。大长老最近要拔第7根了，如果按以前的频率，3年，最多3年。3年之后呢？九尾狐被拔光尾巴，魂飞魄散。魂飞魄散，不是死，是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圣山的防御，你知道多少？你想闯圣山？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。金峰外围有3道防线，最外层是金丹级巡逻队，日夜不间断；中层是化神期的长老轮值，最内层说是上古大阵。那个阵法不是妖修布的，是3000年前2族联手设下的封禁。别说化神，就是大成期硬闯都脱残。阵法有弱点吗？有，但我不知道。阵法的弱点只有内部的人才清楚。内部的人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离开圣山已经20年了，很多情报可能过时，但有一件事不会变。白千唤的修为是大成期，你现在金丹初期，跟他之间差了4个大境界。我知道。孩子，你不能冲动，你现在去就是送死。我没有说现在去。怎么了？有人来了。妖族？不是妖族，是人族。修为呢？至少元婴。元婴，我金丹初期跨越2个大境界，而且不止1个，是2个。赤炎？谁？前辈，不管来的是谁，你不能暴露。我是你母亲的护卫，我不可能看着你。如果他们发现你在这里，会查到狐灯网络，那些偷偷点灯的老妖全都会死。引入毒爪深处，我来引开他们。你一个金丹初期，我在毒爪里比他们熟。前辈，替我收好分心花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跟你母亲一模一样，永远把别人推开，自己扛。灵力残留就在前方，一个金丹初期的小崽子跑到毒爪里，还死得不够快。赤焰大人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元婴对金丹还用大意，踩死蚂蚁还需要小心翼翼。找到了，追！等等。二师傅说过，每一种毒都是一味药，关键在于剂量和搭配。7种毒素单独存在，元婴修士不在乎。但7种叠加呢？迷踪阵只能迷惑他们几息时间，但几息就够了，够他们多走3步，多走3步就进了7毒叠加区的核心。迷踪阵就这点小把戏？区毒阵也想杀我！该死！这些毒越逼越烈。一个金丹初期，用毒爪当武器。解决了1个，第2个没有跟进，他更谨慎。挺聪明，用毒爪当陷阱，逼退了老陈。金丹初期的小咸鱼，花招用完了吧？你可以试试。是。
元婴打金丹，你觉得你有哪怕一丝胜算？赤炎大人说活捉，但你要是不老实，少条胳膊也不影响交差。笑什么？笑你话太多。找死！最后一次机会，束手就擒！哼，跑不远。百草诀寄生毒种，3天后发作，半个时辰灵力混乱。二师傅，活着，先活着。元婴巅峰，这不是先前探子，赤炎。来了，比我想的快太多。深渊逃逸者，天诛司执行令。你可以束手就擒，也可以被我斩杀，没有第3个选项。元婴巅峰，这股灵压比刚才那个探子强了不止10倍。你为什么帮他们杀人？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要杀我？规则说你该死，那你就该死。就因为规则，我不恨你，但你必须死。这一刀差点把我手臂震断。你的速度不错，但没用。打不过，根本打不过。金丹对元婴差了整整1个大境界，你还要挣扎？我见过很多逃逸者，每一个都说要反抗，最后都死了。你见过的那些人，有没有人让你吃过亏？没有，那就让我当第1个。二师傅，这颗丹药你让我保命用的，今天就用了。你在做什么？让你见识一下你没见过的东西。这股剑意，你的灵力明明减弱了，这股剑意是怎么回事？裂天剑意第2式，什么？碎球！裂天剑意，果然是真的。竟然出奇，竟然震伤了我！完了，灵力耗尽了，一丝都不剩。裂天剑意，我似乎在哪里见过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这些画面是什么？跑了。画影术，裂天剑意，那个女人的声音到底是谁？没关系，跑得了1次，跑不了第2次。活下来了，勉强活下来了。元婴巅峰，我拼了命才让他受了点轻伤，他却能轻松杀我10次。3年不够，我需要更快。赤焰不会放弃的，那种眼神是猎人盯着猎物的眼神，他会再来。四师傅说过，
气息扰乱阵能改变灵力波动频率。赤焰追踪的是我的灵力特征。哼，换个身份，他就是条瞎了鼻子的猎犬。大路不能走了，教员前辈说过，南疆地下有妖族古通道，走一把。小东西也就这点本事。妖纹，三师傅教过。上古时代，南疆无毒爪，地脉清明。天地共生脉被封印后，妖气失去平衡，地脉开始腐化，毒爪就是这么来的。共生脉被封印的后果，不只是灵气衰落，连地都烂了。这些东西以后用得上。出来了，赤剑应该还在南疆地面上找我。地下通道，他追不到。又加伤了，这逃犯到底犯了什么事儿？天竺寺亲自发令，活不成了。你干什么？那是天竺寺的。哼，赏金翻倍。你们越急，越说明我踩到你们尾巴了。该死！封印完好，但近期有2次波动。2次？一次从内部出来，一次是内部有人突破了。那个深渊逃逸者，十有八九还会回来。在这里设伏。他敢来，就地格杀。3个人，1个金丹后期，2个金丹初期，加上感应阵，硬闯就是找死。二师傅的经脉每多拖1天，就多揽1份。花儿必须送进去。在这鬼地方蹲了3天了，鬼影都没一个。唉，天竺寺的命令，少废话。那个逃犯连赤炎大人都惊动了，你觉得是小角色？行，蹲着。感应阵覆盖了所有方向，只要有灵力波动靠近，立刻出发。除非我没有灵力。三师傅的妖族体术不依赖灵力，纯肉体，那个缝隙刚好够1个人侧身穿过。等天黑，等他们换班。谁？可能是妖兽，这附近经常有。加固感应网，再有任何动静，直接轰杀。这条路我闭着眼都能走。先治伤，再说话。二师傅，我拿到了焚心花。你这孩子，您快用，我没事。你全身7处骨裂，4条经脉淤堵，还说没事？能走回来就是没事。3天，我只需要撑3天。成了。好了，现在告诉我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二师傅，很多事。二师傅，叶儿，你母亲
我认识他。什么？你认识我母亲？20年前，我是百草谷的圣手。你母亲怀你的时候，人妖混血的胎儿会在母体里引发灵力冲突。那是我暗中配了保胎药，通过你父亲转交给你母亲。那是我这辈子配过最难的一副药。所以您的经脉……两族追查到保胎药的出处，找到了百草谷。妖族圣山的人亲手烧毁了我的经脉。二师父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做什么？让你内疚一辈子？你以为我失去了一切？叶儿，你活着就是那副药最好的效果。哭够了没有？够了。那听好，你说你在地下通道看到了共生脉腐蚀的记录。叶儿，你知道天地共生脉的封印点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就在深渊下。这里！我们4个被打入深渊，不仅仅是囚禁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被扔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的灵力可以代替维护封印的一部分消耗。换句话说，我们4个人是封印的活体锚点。所以，那些人把你们关在这里不是惩罚，是拿你们当工具。20年了，我们的灵力日夜被封印抽取，大师兄的剑意、3师弟的妖力、4师妹全部在被消耗。他们凭什么？凭我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但现在，我的经脉修复了。二师父，你是说封印正在腐化，锚点迟早崩溃。到那时候，不是我们4个人死，是所有人都得死。那下面……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你要救的不只是我们4个，你必须找到办法重新稳固封印。谁来给我解释？你们到底还瞒了我多少？叶儿，别叫我叶儿，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不想让你担心，不想让我担心。你们被封印活活榨干灵力20年，告诉我别担心。你帮我们治伤，恢复的灵力确实能对冲一部分封印消耗，但只是一部分。我们4个恢复巅峰，离开深渊，封印就会失去锚点松动。那还等什么？我加减之……你给我站住！封印松动，共生脉能量失控外泄，天地大灾，懂不懂？天地大灾。所以，我们才让你先治伤，再收集情报。治好我们是第1步，让我们有能力撑住；收集真相是第2步，有筹码跟两族博弈。第3步呢？打破封印，重启共生。但第3步需要一个条件：一个人妖混血之体站在封印点上，以自身为媒介，引导共生脉能量重新分配。那个人只能是你。原来我不只是被追杀的猎物，我是钥匙。两族高层追杀混血，从来不是因为仇恨，是恐惧，怕我打开他们苦心封住的东西，夺走他们垄断的权利。又不说话，看来答案不太好听。可能会死。知道了。出入口被封死了。上次你出去突破金丹，动静传出去了，外面的人加固了封锁。那我怎么出去？跟我来。这条缝是我年轻时发现的，通往深渊外围另一个出口，远离主入口。那些人不知道。您当年钻得进去？当年我比你瘦。小子，龙岩石在东海龙宫遗址，遗址里有上古龙族的阵法。你进去之后，用老四教你的阵法知识，别硬闯。还有，龙宫遗址深处可能保存着共生脉封印的更多信息，药和情报一起拿。路上带着。你上次融合双力伤了经脉，这药能帮你稳固灵机。二师父，别哭鼻子，出去了好好吃饭，外面好吃的多。在外面，一个人面对一切。我知道。少废话了，赶紧滚！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带着答案回来。活体锚点封印钥匙混血之体，从头到尾，我全家都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不过没关系，棋子走到对面底线，也能翻盘。这个出口在西荒，离东海108000里，倒是离天前谷不远。
先去东海取龙仙石，还是先去天切谷探探虚实？不是赤焰，但谁会在这种鬼地方骑骆驼？你是将军的儿子？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镇南军副营铁将周铁一，找你找了整整20年。镇南军早被灭了，凭什么信你？这块甲片是我从镇南关那座无碑孤坟下面亲手挖出来的，上面有你爹的灵力印记。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伪造的？你摸摸，骗不了血脉。是父亲的，这是他穿过的战甲。你们还有多少人活着？散在各地的遗孤少说几10个，隐姓埋名，提心吊胆，但没一个忘了将军。你们想要什么？翻案！你爹不是叛将，他是被2族联手构陷的。20年了，没人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不只知道他被陷害，我还知道陷害他的人现在还坐在高位上，活得好好的。那我们能做什么？你说，我老周这条命搁这儿。我在找4位要救人，同时被天竺寺追杀，前3位已经拿到了，最后1位在天前谷。天前谷那地方现在是禁区，修士联盟的精锐看着，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所以我需要情报，守卫部署、换班规律、矿脉结构全要。交给我。西荒这片地我熟，情报网铺了10几年。还有一件事，天前谷就是我父亲当年自爆的地方。你想去看看？不只是看，矿脉深处可能有东西。拿着，加密频道，只有镇南军旧部才能解码，有事随时联系。从深渊出来到现在，一直是我一个人。现在，终于有人站过来了。周叔，怎么了？活着，一定要活着等我。老周命硬，等你回来，给你打把好刀。赤焰大人，目标可能会回深渊，我们已经加固了感应网。他已经回去过了。什么？又从另一个出口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走。叶儿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又是这些，到底是什么？叶儿，沈万金的暗号。东海有人在猎杀一个白发少女，白色狐尾，狐族的人。东海码头大白天没一条船出海，不对劲。老人家，出了什么事？整个码头没人敢出海，怎么回事？你是外地来的吧？赶紧走，这片海域不能待了。海妖，成群结队的海妖在外海巡逻。3天前，一艘渔船被撕成碎片，5条人命啊！不止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几10只海妖列成阵，像在搜什么东西。搜什么？谁知道？反正谁敢出海，谁就是找死。成群结队搜索，白灵，是你吗？沈万金在哪儿？我们沈掌柜不见生人，你哪位？告诉他，毒沼里出来的那个人。楚兄弟，哎呀，你可真是哪儿危险往哪儿钻。少寒暄，白灵在哪儿？你消息倒灵通。说，3天前，我的商船在外海救了一个白发少女，
浑身是伤，从妖族追杀船上跳海逃出来的。人呢？还没喘口气，海妖就围上来了。那丫头怕连累我的人，又自己跑了。跑去哪儿了？别急，我的人在外海一座荒岛上发现了他的踪迹，但那片海域全是海妖巡逻队。给我一条船。楚兄弟，你这话说的轻巧，帮一个被两族追杀的混血修士，再搭上一个狐族逃犯，这是千年冰魄诛死草，毒沼里顺手摘的。东海什么价，你比我清楚。你从毒沼里活着出来就算了，还能采到这东西，够不够换一条船？岂止一条船，10条都够了。那就别废话，最快的船现在就要。成交。他那剑法是镇南军的路子，楚战渊，他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楚公子，前面就是海妖的巡逻区了，要不咱们绕一下？没时间，直接穿过去。那可是10几只海妖啊！你负责开船，其他的不用管。人族的船，找死！万宝斋的船，沈万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敢闯我们的封锁区。大人，我们只是路过。路过，把船上的东西全交出来，人留下当口粮。让开！我说一次。一个人族金丹修士跟我摆什么谱？弟兄们，死了他！金丹后期。让不让？你以为杀了几个小喽啰就能？这也太猛了吧！开船，全速！白灵，你给我撑住！楚公子，你看！谁敢碰他一下，试试！滚！你是谁？数3下还不走，就别走了。不听劝。你是三修朱姬。别说话，你伤太重。我跑了几天，再晚一步他就死了。忍着，毒已经进了骨头。你为什么救我？路过。骗鬼！这破岛方圆百里没有航线，谁会路过？那你怎么在这儿？被追杀。谁？海族，不止海族，还有人族的修士。人族修士追杀你？我身上有样东西，他们都想要。什么东西值得这么多人要你命？等等，你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气息。什么气息？不完全是人族的。你想多了。我没有想多，圣女教过我辨识血脉气息。你身上有妖族的血。所以呢？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孩子？什么孩子？圣女的孩子被扔下深渊的那个。你再说一遍。圣女，她把你扔下深渊，不是要杀你，是为了救你。你凭什么道这些？因为他找了我，他快死的时候找了我。圣女，快死的时候。这个，圣女亲手交给我的。这是什么？记忆珠。她说，找到深渊里的那个孩子，把这个给他的。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我？我不确定，但圣女说了，这颗珠子只有九尾狐的血脉才能激活。
你要是能激活他，你就是圣女等了一辈子的人。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九尾狐血脉，他知道一切。给我。如果你不是，我不怪你；但如果你是，求你看完里面的东西。亮了！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他没有骗我，你果然还活着。母亲，你到底在这颗珠子留了什么？圣女说，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她说让我告诉你，夫人录这段话的时候，第6条尾巴刚被打掉不到3天。叶儿，如果你能看到这段话，说明你活着，说明当年妈妈把你扔下深渊的决定是对的。妈妈很想你，每天都想，但是妈妈不能来找你，妈妈被关起来了。你叔公他不是好人，但他很强，你现在来只会送死，听到没有？不许来！我怎么可能不来？妈妈在珠子里留了东西给你，月影峰的防御布局图不完整，但够你用。还有你叔公的命门，他的大陈期修为全靠把尾丹撑着，断药30天，他就是个化神巅峰的废物。你不用急，先变强，先活着。但是，叶儿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够强了，妈妈在月影峰等你。我每天都在等你。我在深渊里活了10年，10年，他也被关了10年，不止10年。什么意思？夫人每次被把尾都会昏死好几天，每次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：外面有没有消息？我的孩子有没有消息？没有，跟上次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你那个杂育儿子早死在深渊里了。他没有死，他不会死。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回答，一次都没有。我叔公，他拔了他几条尾巴？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拔了3条，现在不知道还剩几条。白无极！哭没有用，哭救不了他。这里，守卫幻斑的间隙在子时3刻，有整整半盏茶的空档。这个位置是南面侧殿，我以前每天都从那里经过。这里，阵法的薄弱环节，四师傅的阵法造诣如果恢复，可以针对性破解。你还有师傅懂阵法？我有4个师傅，每一个都不是善茬。还有这条暗道，我妈被关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还能找到这种东西。3师傅的妖丹修好之后，能恢复一部分烛龙之力；4师傅的眼睛治好，就能针对圣山大阵设计破解方案。加上这份图，有机会。我现在去龙宫遗址取龙仙石，你留在岛上，沈半斤的船会来接你。让我跟你一起。龙宫遗址9死1生，你去了是送命。我不是说龙宫，是你回来之后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潜入圣山，对不对？我在那里做了10年婢女，每一条走廊，每一个拐角，我全都记得。夫人救过我的命，她每次被把尾昏死过去，都是我偷偷给她喂水擦血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做这些。现在终于有一件事，你别拦我。等我回来。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水压比预想的还猛，普通金丹修士下到这个深度，
内脏早碎了。三师傅的烛龙变，龙族旁支的血脉之力，天生适应深海。暗流的方向不对，是被什么东西引导过来的。找到了，破成这样，阵法居然还在运转。上古龙族的手笔，果然不是开玩笑的。杀阵！应接不了上古级的攻击，金丹期硬吃一发就完。剑意的本质不是杀，是感知。你听，每一击之间都有呼吸，有节奏。攻击不是连续一个循环，第3息和第60之间有0.3息的空窗。大师傅，你教的东西，今天救了我的命。差1寸，脑袋就没了。第1层过了。龙族血脉，我又不是龙族，怎么进？龙涎，龙岩石就在这殿里面，总不能让我先有石头能才进去拿石头吧？是任何带有龙族气息的东西。这丝烛龙气息留在你体内，日后或许用得上。烛龙虽是龙族旁支，到底也留着龙涎。三师傅，你是不是早就算到了这一步？不够纯，烛龙毕竟是旁支，不是正统龙族。就这一瞬的机会，什么？叶儿，对不起，妈妈只能这样了。娘。白千幻、厉天行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？爹，叶儿，我们撑不住了，你来得太晚了。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我不后悔，只是你没能救我们。炼药时心乱，药就废了。定心诀的诀窍只有一个，用你最信得过的感官去验证真假。深渊的石头是湿的，有霉味；血是腥的，有铁锈味。你们假的，全是假的。没有味道的东西，不配让我停下。10倍重力，起来！白痴！上古阵法和现代阵法完全不同，现代阵法靠控制，上古阵法靠共鸣。你不是在破锁，你是在跟他说话，不是破解。有反应。还差最后3个，快了！龙涎石。三师傅，你的妖丹有救了。这是龙镜，龙族记录历史的装置。哦！
封印共生脉。这个剑法，裂天剑意，是大师傅。师傅们。大师傅！四师傅，他把看到的一切烙进了眼睛里。20年，他们在深渊里躺了20年，原来从一开始就是这样。此事永远不可泄露，对外就说两族气运衰落是天道规律。谁提共生脉3个字，杀无赦。人妖混血是共生脉自发修复的产物，以后凡出现混血，立刻处死。两族对外维持敌对，土内暗中合作。只要封印不破，我们的后人世世代代垄断灵气分配。所以，两族的仇恨是假的。我爹和我娘，他们只是相爱了，而我只是天帝想要自我修复时生出来的一把钥匙。他们追杀混血不是因为仇恨，是因为恐惧。3000年，骗了所有人3000年，我师父们落得如此下场，就因为他们想说真话。我会让所有人看到这面镜子。3000年，我会守到最后一刻。这个人不是两族高层，也不是我的师傅们。你是谁？来了。天竺寺，他们怎么追到东海的？3个薄弱点，灵力快见底了。四师傅没白教，但硬闯就是送死。杀阵还没完全失效，用他们自己的阵打他们的船，赌一把。就他这点修为，从龙宫出来还能剩多少灵力？浮上来就是个死字。赤焰大人活的死的都行。一个金丹初期的散修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？你知道什么？他手里的东西比他的命值钱10000倍。啊，什么声音？来呀，人啊！上古杀阵，所有人防御！谢了，龙宫的老祖宗们。你受伤了？皮外伤，东西拿到了。我让人准备了密室，你先疗伤，药材丹药随便用，不收钱。上次你连一株草都要跟我讨价还价，现在免费。我爷爷镇南军军需官沈百川，你20年前兵败那夜，我爷爷把军牌塞给我爹说，沈家的根不能断，等将军的消息。你是镇南军的后人？你以为我一个散修怎么在东海打下这片家业？靠的是我爷爷当年给镇南军跑军需攒下的人脉。你等了20年，我不光等了20年，我还查了你20年。你的眉眼跟楚将军一模一样，你用的剑法有镇南军的底子，你身上还有妖族气息。少主，起来，别跪！我爷爷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绝对不是叛将，沈家后代记住，将军不是叛将。不，他不是。你需要什么？船、钱、人脉，万宝斋在东海的一切你随便用。先不急，我还有一件事要确认：周铁一的加密传讯。天千谷情报初步摸清，矿脉深处有异常生命体征信号，它的灵力频率和你给我的碎甲片上的灵力印记完全一致。怎么了？完全一致，那是父亲的灵力频率，他还活着。少主，出什么事了？
沈万金，我问你，西荒吗？西荒？那边什么都没有，除了天前谷矿脉。帮我准备最快的赶路方式，我要去西荒。你刚从龙宫出来，伤都没治。有个人可能在那里等了我20年。你是说楚将军？爹，你等着我。圣山北门守卫每隔2个时辰换一次班，换班时有半刻钟的空档。记下了。大长老白千欢每月初1会进闭关室炼丹，那是他防备最松的时候。他的修为呢？大成期，他靠把尾丹续命，断药30天就会跌到化神。大成期，就算跌到化神巅峰，也不是我现在能碰的。哎，楚叶，月影峰地牢有3层禁制，我全走过，我能带你进去。你不欠我的。圣女救了我的命，10年了，我每天听着她被拔尾的惨叫声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我不是废物，让我帮你。去沈万金那里等我的消息，别暴露身份。你也活着回来。三师傅，龙仙石。20年了。九幽，坐下，我来引导药性，叶儿辅助稳定灵力。动手吧。药丹碎片太分散了，能量连不上。三师傅，试试引动烛龙血脉。龙岩石是上古龙族遗物，应该有共鸣。共鸣了，修复速度翻了3倍不止。龙族血脉认龙族遗物，天意。哎呀！妖丹稳定运转，恢复了至少5成妖力。5成，比预期好太多了。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我感觉到了，很暖。20年了，老子终于能动了！你们必须看，这是龙宫遗址的龙镜，里面记录了3000年前天地共生脉被封印的全过程，包括你们4个人。白千欢，厉天行，我要杀了他们！现在就冲出去！坐下。大哥，你看到了，看到我们当年是怎么被打成那样的。20年，我们在这个烂洞里烂了20年。所以，你要再去送死一次吗？都安静，这面古镜有一个致命缺陷。什么？影像没有拍到每一个参与封印的2族高层的面容，没有指名道姓的证据。对方完全可以说这是伪造的。那怎么办？我的眼睛里有。你们一直问我为什么要亲手废掉自己的眼睛，今天我告诉你们。四师傅，你说，3000年前封印仪式，我是最后一个倒下的。倒下之前，我用了冥府一族的禁术——夜视记忆。没错。把我亲眼看到的一切捞进视网膜里，每一张脸，每一道灵力波纹，全部刻死在眼球上。你疯了！那个技术的代价算什么？我站在他们中间，近距离一个一个扫过去的。所以你废掉眼睛，不是被敌人打下的。2族高层抓到俘虏，第一件事就是读心术，脑子里的记忆，他们翻一遍就能全部提取。但烙在眼球上的物理记忆，读心术读不到。对，
我毁了眼记忆就被锁死在烂掉的眼球里，他们把我抓去审了37天，什么都没翻到。37天，被审了37天。傅爷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拼了命催你去找噬魂木吗？治你的眼睛，不是为了看见，是为了让这段重见天日。噬魂木能修复我的眼球，眼球修复，记忆就能被释放出来，它是最后一把钥匙。4味药材，我已经找到3位了，最后一位在西荒天前谷。别急，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没说。我的记忆里记录了一个人的脸，这个人身份最特殊。谁？他不是两族高层，两族高层只是出方案，真正动手操控封印的是他。名字：陈渊。如果他还活着，3000年的封印就是他在维护，杀了他或者说服他，封印才能破。陈渊，3000年前的人，如果还活着，一定用了禁术续命半步。还等什么？直接杀出去找他！坐下。大师兄，证据都快凑齐了，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忍到我们不会白死的时候。我不怕死，我也不怕，但我会死了白死。4弟的眼睛没治好，记忆释放不出来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拼？拿你这张嘴吗？大师兄说的对，先取噬魂木，治好4弟的眼睛，释放记忆，有了完整证据，才有资格谈下一步。那取了药之后呢？两族高层成百上千号人，我们把证据喊破天，谁听？三师兄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就算我们有了完整证据，怎么传出去？5个人对抗两族整个高层，消息传不了10里就会被截杀，所以我需要帮手。谁？周铁一在西荒有镇南军旧部，沈万金在东海有散修网络，南疆还有偷偷点湖灯的老妖。你什么时候搭上这些人的？这些人单拿出来，谁都打不了仗，但他们能做一件事：传信，分散传播。把影像脱颖多份，多条渠道同时散出去，他们就算要灭口也灭不完。灭不完，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看到，真相就压不住。可行，但风险极高，时机必须精准到1刻都不能差。我知道，那就先去西荒取噬魂木。等一下，还有事。西荒天前谷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知道，我父亲自爆的地方。周铁一传回来的情报，矿脉深处探测到异常生命体征，那个体征的频率跟你父亲的完全一致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什么时候？不管那里面是什么，我都要去看看。爹，3000年了，如果你还在那里面，你等着我。过来，接着。这是什么？烫得跟吞了碳似的。烛龙精血珠，我半条命炼出来的，你给我听好了。您说，服下之后，元婴级妖族战力撑30息。30息，那够用了。别急着高兴，副作用，你体内所有妖气会瞬间暴露，方圆百里的修士都能感触到你。那等于直接告诉所有人，我有妖族血脉，所以这是保命的东西，不是逞能的东西。不到死路，不许吃。明白。融合试验丹，理论上能让你人族灵力和妖族妖力短暂融合，不会经脉崩裂。理论上，这3个字听着就心慌。成功率多少？我没法给你准数，这是第1颗，没人试过。但如果不吃这颗丹，你根本没资格踏进天前谷。你体内2股力量互相撕扯，随时会在战斗中经脉崩裂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师父，楚夜，你答应我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。八戒，这一剑，我的最强一击，你现在的修为最多发出1/10的威力。1/10够了，不够，但够你多一条命。3位师傅，弟子少废话，把你爹带回来。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要带着所有答案，带着父亲，带着真相。
气息，是血脉，是我楚家的血脉。孩子，你不该来的，这里是地狱。老东西又在自言自语。告诉你多少次了，这间密室的封印只有你的血才能维持。你要是死了，对我来说可不划算。那你就好好养着我，少跟我摆谱。15年了，还有谁记得你？听懂了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想，风要变了。疯了！来吧，爹等着你。来了，路上没被盯上吧？甩掉了，说情况。天前谷禁区方圆50里全是高等级封锁阵法，3处哨所，1个主营地，150名修士。未央，元婴中期。矿脉里面呢？迷宫一样，岔路少说几10条，在里面挖爆灵石，那玩意儿的辐射会吸干灵力，矿奴干不了多久就废了。所以他们要换人，每月换一批，下一批3天后，我混进去。你疯了！150个修士，你一个金丹，正面打我才是疯了。我要的是进去，不是杀光他们。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了。好了，身份文件已经储期，金丹初期因盗窃被抓获，押融入矿府苦役。你比我想的周全。跟你爹一个德行，拦不住。矿脉最深处有一间密室，密封的，灵力波动异常。什么样的异常？我拿你给的这块碎甲片比对过，密室里传出的灵力频率和你父亲的灵力印记一致。我知道。你知道那里面可能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我都要亲眼看到。接近路线我已经布好了，谷外3个撤退点，一旦暴露，往西北方向跑，我在那儿接你。好，来吧，肩膀一拳，脸上一拳。你认真的？别收太多力，是一种超然，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够了吧？不够，脸上。快点儿！这下像了。你爹当年也是这样，受伤了还笑。爹，我来了。又一个散修，犯了什么事儿？通缉犯私闯禁区，修为封了7成。哼，行，扒了搜身。干净。什么都没有。小子，进了这儿就别想着出去。外头那些通缉令、恩怨情仇，跟你没关系了。你现在唯一的身份就是矿奴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拍下去！这不是矿脉，这是坟场。等什么？拿好你的镐！3号康道，今天不挖满5矿报经书，别想吃饭。新来的，别太卖力，留点力气活到明天。这里死过多少人？镇南军的铠甲。哦，又挖出来了。这坑道里经常翻出这些玩意儿。这些骨头，你们怎么处理的？矿间让扔发杂堆，跟碎石头混一块儿，推出去倒了。听说20年前这地方打过一仗，死了好几千人，都埋在下了。3000将士，你们跟着我父亲赴死20年了，尸骨被当成废渣。磨蹭什么？挖出来的碎骨头别捡了，耽误进度。一堆死人骨头有什么好看的？忍住，现在不是时候。
小兄弟，你认识那铠甲上的字？不认识。树根状结构，主脉向下延伸，300丈、400丈、500丈深处灵力浓度暴增，比周围高出10倍，不止10倍。那个密室就在那里。我申请去深层矿道。深层？你知道上个月下去的3个人抬上来的时候已经成干尸了吗？听说深层有额外食物配给。哟，还真不怕死。这小子疯了吧？深层的宝晶石辐射能把人灵力抽干。又一个活腻了的。行，去吧。死了别赖我头上，你自己签的生死状。不谢。谢什么？等你被辐射抽成人干，我还得派人把你尸体拖出来。真他娘的！夜空巡逻3班道，每班4个时辰。深层矿道只在白天开放，夜间封闭。巡逻间隔1炷香，够了。暗金色，这不是纯灵力结晶，这是妖力的痕迹。二师父说过，母亲曾在父亲体内种下一缕9尾狐的生机。父亲自爆时，这缕妖力和灵力融合，形成了人妖双属性的爆灵石。年轻人，我再说一遍，别往最深处去。为什么？那里面有个东西会叫。叫什么？不知道。每到月圆之夜，最深处就会传来一声极为弱的像有人在喘气。矿监怎么说？矿监说那是矿脉共振。但我在这儿挖了3年矿，石头不会喘气。会喘气的只有活人。矿脉呈树根状向下延伸，最深处地下500丈，400丈高度有个灵力浓度异常区域，比周围高出10倍。那里就是有生命体征，微弱稳定，像一个人在极其缓慢的呼吸。又是夜班，这鬼地方阴得要死。别抱怨了，未央大人说了，矿脉最近灵力变动异常，加强巡逻。异常个便，石头还能自己跑了不成？你说最深处那个密室，到底关着什么？少打听。上次有个新来的多嘴问了一句，第2天就被调去矿渣堆了。当我没说。密室，果然有密室。这种感觉，像有人在用血脉呼唤我。有尾，他在叫母亲的名字。爹，是你吗？7层封印，解错一个节点，警报就会响。巡逻，半个时辰一次，我只剩1炷香。20年，他
他们把我爹锁在这里，等灵力矿石，抽了整整20年。畜生！是梦吧？又在做梦？你做梦？别走！爹，我一定来见你。等，他说等。九尾，咱们的孩子活着。密室结构我记住了，导管阵法的弱点我也找到了。下一步，噬魂木。都给老子麻利点儿！今天的矿石配额翻倍，完不成的别想吃饭。爹，你再撑一撑，你儿子马上就来。找了4天，噬魂木就在这儿。四师傅说过，不能硬拔，跟维和矿脉连在一起，扯断一根，整条矿脉就炸。137根，还剩最后一根。坏了！矿脉灵力浓度异变，集合50人，给我搜！大人，异常信号来自地下450丈。那个深度，普通矿奴活不过半刻钟。不是矿奴，是老鼠。封死所有出口，活的死的都给我拖上来！守住！就算来的是元婴修士，也别想从我这儿走出去。大人，下面。烈天剑意，不可能！烈天剑宗3000年前就灭了！拦住他！所有人拦住他！让开！金丹后期的战力，他明明只是筑基。暴灵石碎弹，谁？跑！碎弹哪来的？黑市花了我3年积蓄。回头还你！少废话，先跑！大人，感知全被干扰了，分不清哪个方向。暴灵石碎弹，这种禁物绝不是一个散修能搞到的。他背后有人，要不要继续追？收队，
立刻上报联盟，矿脉被入侵，噬魂木被盗，入侵者使用了裂天剑意，上面会疯的。伤口？不是。你在矿脉底下看到什么了？将军，你找到将军了。他还活着，还活着。什么？被锁在密室里，浑身插满灵力导管，左臂没了，头发全白了。20年，他们把将军关了20年。他认不出我，他太久没见过人了，分不清是不是在做梦。你没带他出来？带不出来。元婴中期的守将，150个修士，我连密室的门都差点打不开。我只来得及往他手心塞了一颗灵力珠。我会回来，我会把他救出来，我发誓。镇南军周铁一，听令！他回来了。3000年了，该睁眼看看这世道了。叶儿，小子，你这是被人追着打了4天。三师傅，没人追我，我自己赶路赶的。四师傅，噬魂木，我带回来了。终于来了。老蝙蝠，你手抖什么？3000年了，你瞎等3000年试试。玄冥子，有几成把握？这东西不是只眼睛重生，过程吗？会非常痛，比当年亲手挖自己眼睛还痛，那我倒要试试。四师傅，老蝙蝠，你要是敢死在这里，我掘你的坟！闭嘴，你个臭蜥蜴，吵死了！叶儿，你伤还没处理，我等4试试。你就是主业，四师傅，你看见了。20年，我只摸过你的脸，今天终于看到了。谁准你哭的，老蝙蝠？你自己不也在哭？做得好，叶儿。孩子，做得好，全齐了。师傅们，你们终于不用再等死了。我看见了，全部都看见了。什么？封印仪式，每一张脸，每一个手印，每一道阵纹，全部刻在我的眼睛里。古镜影像加上老四眼中的记忆，2份证据，角度不同，内容互补，3000年的真相，够了。什么够？有证据有屁用？直接杀上去！老子把白千欢的脑袋拧下来当球体！就你现在5成实力，上去给人家暖场都不够格。你说什么？够了，吵了3000年还没吵够。我有个想法，不是蛮干，是3步走。第1步，把真相炸出去。5份走周铁一的镇南军旧部，撒进人族5座大城；5份走沈万金的东海网络和南江湖灯线，灌进妖族地盘。就这，
发传单？不是发传单，是点火。3000年的谎言，只要有一个人信了，就会烧起来。不错。第2步，当最后弹用。西路，我带3师傅和周铁打天前谷救我爹；东路4师傅带白小蝶做内应，破狐族圣山防御救我娘。2路同时打，必须同时。2族高层顾一头就丢一头，错开时间，他们调兵合围，我们一路都跑不掉。第3步呢？第3步，我以混血之体为媒介，进入深渊最深处的共生脉封印点，4位师傅护法，重启天地共生脉。你疯了！灵海崩溃，经脉爆裂，你知道后果？知道。这个计划的成功率不超过3成。3成？失败了，我们5个都死，楚夜生命垂危，计划彻底败露。还有第6个变数。谁？陈渊，古镜影像里执行封印仪式的那个人，3000年前就存在。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那就是说有个活了3000年的老怪物在暗处盯着。我们要破封印，他一定出手，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，实力、动机、弱点全是空白。先不管他，第1步和第2步先执行，第3步等到了再说。你在赌，也许真相传出去之后根本不用打，也许2族的老百姓自己会站出来。这是天地共生脉，不可能！2族高层联手封印了共生脉，那灵气衰落不是天道自然规律，是他们干的！难怪金丹以上的强者越来越少，3000年了，我们全被骗了！这是伪造的，谁散布的谣言？伪造？你倒是告诉我，谁有本事伪造上古祭坛的影像？再敢妄议，格杀勿论！杀得晚吗？西荒那边也出现了，中原也出现了。盟主，北境、西荒、中原、南门关、东境商务5座城同时出现了古镜影像，同时内容完全一致，都是上古封印共生脉的全过程。民间已经传疯了，我们根本压不住。谁干的？查不到源头，影像载体各不相同，玉简、丝绸、灵石，像是早就分批买好的。好手段，5条线同时引爆，就算我把5座城屠了也堵不住。盟主，要不要公开辟谣？辟什么谣？越辟越真，不需要审问，不需要关押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可是看过影像的修士已经成千上万了，杀不完人就杀源头。那个深渊里爬出来的混血崽子，还有镇南军那些不死的残渣，把他们的脑袋挂在城门上，谣言自然就散了。是，楚夜，你比我懂真格了。该跟那只老狐狸通个气了。找到散布者了吗？正在追查，但源头太分散，东海那边也……我说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找到散播者，活活拔皮；找不到散播者，你的皮也够用。属下这就去。滚！5座人族城市同时出现影像，你那边呢？南疆、东海，至少3条传播线，有人布了很久的局。镇南军旧部，还有那个狐族叛逃的小婢女，源头在深渊那个混血崽子身上。那个杂鱼还活着？废话少说，现在的问题是影像已经压不住了，但只要找不到能站出来作证的活人，影像就只是来源不明的谣言。杀了楚夜，杀了白小蝶，杀了镇南军那群残渣，没有活口就没有真相。赤焰已经出发了，我给了他最高权限，可以召2族修士协助，见到目标直接解杀。不够，月星宫山禁，任何陌生人靠近杀无赦。老规矩，各管各的叛逆者。 3000年了，这次是最危险的一次。白九尾，都是你生的那个孽种！大人，新命令，目标优先级升为击杀。可以征召2族修士协助，不设上限。不需要那么多人。他会去天前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父亲在那里，
一个连4位师傅的旧伤都要拼命治的人，不可能丢下自己的父亲。出发，天前谷和深渊之间不往，等他自投罗网。混血，该死！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这2个字，脑子里就有一片空白？周铁一，救不就绪，但天劫谷守将换人了，元婴巅峰。元婴巅峰比之前那个魏阳强了整整1个大境界。白小蝶，圣山防御升级，大长老下令，靠近月隐峰者格杀。格杀令，暴底特传讯。暴风来了，师傅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立刻开始。爹娘，等我。3路人马已就位，等你号令。动手！他们把老百姓放在前面了。楚夜是吧？你那点破计划，联盟3天前就知道了。哼，怎么不敢冲了？那就跪下，把脖子伸过来，也给你个痛快的。卑鄙！拿平民当盾！卑鄙！打仗还讲什么体面？这些贱民的命，100个也换不了我1根手指头。你们不是要救楚战渊那个废物吗？来呀！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来呀！将军，我们冲不过去啊！他在逼我选，要么放弃父亲，要么踏过无辜人的血。楚夜，你心软，我不心软。三师傅，20年前，你爹为了救你，把自己炸成了灵力矿。20年了，他在地底下被人像牲口一样抽血。今天谁挡在前面，谁就是帮凶！烛龙后裔，上古妖族，叫爷爷。冲！你以为凭你一个筑基期的杂鱼能闯到密室？谁告诉你我是筑基期的？混血，你果然是混血！现在知道怕了？怕？元婴巅峰杀一个混血崽子，还用怕？元婴巅峰，硬拼不行。裂天剑意，裂空。这是裂天剑宗的剑意，这门功法3000年前就失传了。第2式醉冲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楚战渊的儿子。